话说，在2018年的年底，美国有个小哥突然出现在媒体的面前，自称自己是未来人，来自2045年的地球，还成功通过了官方测谎实验，震惊了一大批媒体。不过，对于这个未来人，大家基本上也当个玩笑话看。但有一点却引起了科学家的注意，那就是他口中的2045年。因为在他们的研究当中，25年后的地球或许还会发生一场惊天异变，而这场异变的始作俑者呢，则是一个名叫奇异点的东西。这个奇异点又叫奇点，怎么去理解它呢？我们都知道，宇宙来源于宇宙大爆炸，而这个爆炸的起始点就被叫做奇点。科幻电影中呢，经常出现的黑洞，黑洞里面的中心部分体积是无限小的，但质量却是无限大的，这个地方也被叫做奇点。总的来说呢，奇点就是在某个领域中永远存在着，却又无法解释清楚的东西。像我们学数学的时候，看到那个无限符号所表示的无限大或者无限小，这个无限大是确实存在的，但是我们又无法解释这个无限大到底有多大，这就算是数学领域的奇点。而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是科学领域上的奇异点。对于一般科学来讲，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建立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之上，一步步演化过来的。就拿电脑举例，一开始的电脑比一间房子都还大，10几个人才能搬得动。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电脑体积越来越小，速度也越来越快，网络也是如此，从2G 到4G 到现在的5G，是个人都能猜到，过不了几年肯定还会有6G、7G 的诞生。这是一种猜得到的发展的东西，就不算是奇异点。但回过头来，最初电脑的诞生就能算的是一个奇异点。仔细想想，我们在出生之前，电脑就已经存在，所以才会觉得电脑是一个理所当然存在的东西。但如果说让一个古代人穿越过来，打死他也无法理解电脑和手机这种东西。而除了电脑的诞生，历史上还有其他的奇异点，而几乎每一个奇异点的出现都大幅度改变了人类的进程。最大的奇异点就是地球的诞生，然后就是最初生命的诞生。对于现在的人来讲，地球和生命是生下来就存在着的东西。至于为什么会存在，没有人能够解释。这地上的沙子泥土怎么就突然产生了生命，怎么就突然产生了人类，谁也不知道。除此之外，任何新物种的诞生都能算得上是一个奇异点。爬行类、哺乳类、灵长类动物，再到400万年前南方古猿的出现，都是生物学上的奇异点。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猴子就突然能够直立行走，又突然学会使用石器，建造起了村落，还产生了农业，一路高歌前进。来到18世纪的工业革命，人类的生产力又得到了革命性的提升，这对于之前的人们来说是完全无法想象的。而这么多奇异点的存在，也让一些科学家们开始研究这些奇异点之间会不会有什么神奇的联系。结果这不研究不要紧，一研究出来还确实找到了规律，那就是这些奇异点的间隔是逐年慢慢变短的，而且将它们出现的年份连在一起，还能得到一个指数型增长的曲线。以前学过数学的大概都明白，指数曲线的特征是越来越快，越来越高。而按照这个曲线的推算，科学家们得到了一个可怕的结论：人类即将在25年后，也就是2045年，迎接下一个巨大奇异点的到来。你说电脑啊、手机啊、工业革命这些，充其量只能算是小的奇异点，而这个奇异点的巨大程度，差不多就和地球诞生时的奇异点一样。这么一个超乎想象的东西，也让大家纷纷推测，
我们人类的历史会不会也就在那一年迎来巨大的转折？那这个转折是什么呢？科学家也给出了一些答案。首先就是电脑方面的转折。科学家们通过计算发现，在2045年的时候，一台电脑所包含的东西已经能超过所有人类智慧的总和。简单来说，就是几十亿人加起来也玩不过一个电脑。不要小看电脑的本领，在软件还没开发出来多久时，就有程序员异想天开，写了几个程序教电脑学习下棋。结果不到几年，象棋国际象棋，甚至是最难的围棋，全部都被电脑攻克。10个围棋冠军对付一个阿尔法狗，也不一定能下过他。这就是电脑的可怕之处。但这还不是最恐怖的，在科学家的猜测中，在2045年产生奇异点的，很可能是一个叫做通用人工智能的东西。通用指的就是全部领域都能使用。那个时候的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完全模仿人类，学习各种技能，而且基本都是秒学秒会，让他复习1周去参加高考也能考个状元回来那种。而除了通用人工智能外，还有一个东西也很可怕，它的名字叫做超级电脑。它其实是一个大型的运算机器，专门用来计算数学上的一些数据。几乎每个国家都有那么几台，整天都在比谁的超级电脑速度更快。但我们要知道的是，20年前的超级电脑，它的最高运行速度可比不上我们手上的国产手机。这仅仅只是20年的发展而已，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差别。而照此推算，如今拥有顶尖计算水平的超级电脑，在20年之后也肯定没有未来的手机快。到了那时候，一台电脑的存在就能顶得过一项顶级人才，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毕竟相比人脑，电脑的优势真的太多了。先说这个医疗领域，人类的 DNA 一直都是个未解之谜。上个世纪的科学家们解读了几十年，它才破译出10%而已。但电脑一发明出来后，这些 DNA 片段立马就电脑，用各种严谨的公式计算统计出来，而且还毫无误差。不仅如此，之前还有科学家预测，借助电脑的运算速度，我们人类大脑的所有秘密在10年之内都能够被全部解开。要真的能解开的话，电脑便能完美模仿人脑，实现真正的人工智能。所以等到了2045年，街上很可能真的会出现人造人，而且你还完全分不出来到底哪个是活人，哪个又是电脑人。说了那么多，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奇，为什么这个电脑它的运算速度就能够这么快呢？之前有个叫摩尔的科学家，就是提出摩尔定律的那个，他就曾经预言说，计算机的运行速度每隔18个月都会往上叠加1倍。但我们都知道，运行速度是取决于芯片的架构，正常来讲，架构都是有上限的。可是每当到了这个上限，看上去不能再进行突破时，人们又会新发现出容量更多的架构。如果发现不了，在其他领域上面也绝对会有相对应的东西来弥补。这也是奇异点的诞生。就像那个 CPU 从2核、4核到现在的32核，那速度是一个比一个快，价格也是一个比一个高。但它的出现就完美的提高了芯片的速度上限。总的来说，这个电脑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想象。你们可以想一想，平常是不是一个个刷手机都刷到飞起？什么微信、微博、抖音、王者吃鸡、英雄联盟，玩的一个比一个好。但真要说一下他们的运行原理，估计大家都是一脸懵。但这些东西其实去读一下说明书，上个课什么的，还是能够理解的。
但2045年的那个奇异点就完全在人类的理解范畴之外了。我们知道会出现新的东西，但也就是仅仅是知道而已。这个东西是什么，它的原理是什么，凭我们现在的脑袋是完全想不出来的。但至少我们知道一点，人工智能的智慧程度肯定是会进一步增加，而增加到最后引发的这个后果，人类还不一定能承担。你说人工智能变聪明了，肯定就会反应过来，人类要想控制自己，然后就会开始想方设法对付人类。这其实很正常，我们人类不也一样？谁对我们有威胁，那肯定是立马除掉。我们不难猜测，其实科学家们还是留了一手的。他们也知道人工智能发展太快也不是一件什么好事，到时候发明出来全人类都领便当了，那可是后悔都来不及了。不过往好的地方去想，要是利用好的话，25年后的这个奇异点或许就能让我们走出地球，飞往宇宙，探索更多的奥秘。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一起来猜一猜，2045年的地球究竟会变成什么样？没准儿20年过后再回过头来看，发现自己原来还是个预言家呢。